达摩大师血脉论。三界混起，同归一心，前佛后佛，以心传心，不立文字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存在，都可以归纳到同一个心所分别而产生的差异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佛，都是以心传心，不建立任何文字。问曰：若不立文字，以何为心？问：如果不建立文字，那用什么来作为心呢？答曰：汝问无即是汝心，吾答汝即是无心。吾若无心，因何解答汝？汝若无心，因何解问吾？回答：你问我问题时，就是你的心在作用；我回答你问题时，就是我的心在作用。如果我没有心，怎么能解答你的问题呢？你如果没有心，怎么能问我问题呢？问无即是汝心，从无始旷大劫以来，乃至思维运动，一切时中，一切处所，皆是如本心，皆是如本佛。即心是佛，亦复如是。除此心外，终无别佛可得。离此心外觅菩提涅盘，无有是处。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。法即是心意，自心是涅盘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无有是处。问我问题的就是你的心，从旷久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，所有你的行为和活动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都是你的心在作用，也是你自己的佛性。所谓即心即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除了这个本心之外，没有其他的佛性可得。离开自己的本心佛性向外寻求菩提涅盘解脱，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。自性真实，非因非果。法即是心意，自心是涅盘。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，无有是处。自己的本心佛性是真实的存在，它不是因也不是果。所有的万法都是心的作用，自己的心原本说是处于涅盘寂静的状态。如果说在我们的本心之外还有佛或是解脱存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佛及菩提皆在何处？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的否？虚空但有名，亦无相貌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是捉空不得。除此心外，见佛终不得也。诸佛和解脱在哪里呢？这就好像有人用手抓取虚空，可以抓得到吗？虚空只是个名词，它是没有形状的。虚空不能被抓取，也不能丢弃，虚空是取舍不得的。除了你的本心以外，想要见到佛性，是永远不可能的。佛是自心做的，因何离此心外觅佛？前佛后佛只言其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成佛是由自己的本心作用而得的，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本心向外求佛呢？过去、现在或未来的佛都只谈论本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若言心外有佛，佛在何处？心外既无佛，何起佛见？地相狂惑，不能了本心，被他无情物摄，无自由。若也不信，自狂无益。如果说心外有佛，那么佛在哪里呢？心外既然没有佛，那为什么在心外升起了对佛的知见呢？连续错误的观念和见解是不能通达本心的，反而被外在的假象所控制约束，无法解脱。如果不相信真理而欺骗自己，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佛无过患，众生颠倒，不觉不知自心是佛。若知自心是佛，不因心外觅佛。诸佛本身没有任何不对，是众生自己错误颠倒，不知道自己本心就是佛。如果知道本心是佛，就不该心外求佛了。佛不度佛，将心觅佛不是佛。但是外觅佛者，竟是不是自心是佛。佛不必度化同样已经开悟解脱的佛，想用自己的本心向外去寻求成佛，就是不认识自己的本心真佛。向外追寻求佛的人，都是不了解自己本心就是佛性的人，亦不得将佛礼佛，不得将心念佛。佛不诵经，佛不持戒，佛不犯戒，佛无持犯，亦不造善恶。佛也不会刻意礼佛，佛也不会刻意将心念佛，
佛也不会刻意诵经，佛也不会刻意持戒，佛也不会刻意犯戒，佛没有任何持戒或犯戒的困扰，佛也不会造作任何善业或恶业。若欲觅佛，须是见性，见性即是佛。若不见性，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。如果想找到本心真佛，必须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是成佛了。如果没有明心见性，念佛诵经持斋持戒都无法帮助成佛。念佛的因果，诵经的聪明，持戒得升天，布施的福报，觅佛终不得也。念佛得到善因果，诵经得到聪明，持戒会转生天界，布施会得到福报，但是用这些来成佛是不可能的。若自己不明了，须参善知识，了此生死根本。如果自己无法明白真理，就必须请教善知识，才能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。若不见性，即不明善知识。若不如此纵说的12部经，亦不免生死轮回，三界受苦，无出其时。昔有善心比丘诵的12部经，犹自不免轮回，原为不见性。善心既如此，今时人讲的3、5本经论以为佛法事，愚人也。若不是的自心，诵得贤文书，都无用处。如果没有明心见性，就没资格被叫做善知识。没有明心见性，纵然能把12部经典解说的头头是道，还是免不了生死轮回，在三界中受苦，无法解脱。以前有善心比丘熟练读诵12部经典，还是落入轮回，就是因为没有见性。连善心比丘都会这样，现在的人可以把3、5部经典讲得头头是道，就以为那是佛法了，这是愚蠢的人啊！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本心，纵使能够读诵所有的闲杂文书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若要觅佛，只需见性，性即是佛，佛即是自在人，无事无作人。若不见性，终日茫茫，向外持求，觅佛缘来不得。如果要成佛，就一定要明心见性。见性就是成佛，佛是凡事自在的人，一切无碍，不生事不造业。如果没有见性，整天庸庸碌碌，茫茫向外求解脱，找到佛性是不可能的事。虽无一物可得，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，切须苦求，令心慧解。生死事大，不得空过，自狂无益。虽然知道真理无一物可得，但是要实际解脱，还是必须参访善知识，而且要认真苦求，让自己领会理解。这是有关生死轮回的人生大事，不要浪费时间空过，欺骗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纵有真修如山，眷属如恒河沙，开眼即见，合眼还见魔。故知有味之法，如梦幻等。若不及寻师，空过一生。纵使有美食佳肴和山一样高，亲朋好友和恒河沙一样多，睁开眼睛看得到他们，闭上眼睛还看得到吗？所以要知道，有为法的生灭如梦幻泡影一般。如果不急着寻找名师，就空过一生了。然即佛性自有，若不因师，终不明了。不因师悟者，万中稀有。虽然每个人早已具备佛性，如果没有名师指点，终究不能明白。不靠名师指点而可以自己悟道的人很少，万中稀有。